非但做到这一点，还成为了坑子女的极品。甚至还有的父母直接将儿女当成赚钱的工具，不管颜面的坑害他们，最终亲人反目，成为娱乐圈的笑话。比如梅艳芳、蔡少芬等港星就深受父母的拖累。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国外的娱乐圈也不少。本期一起来盘点被父母坑惨了的外国明星。说到被亲生父母坑得最惨的明星，美国甜心布兰妮必须榜上有名。回顾出道时耀眼和充满活力的布兰妮时，多少人都会无奈地感叹一句：一切怎么会是这样？都说虎毒不食子，但布兰妮父亲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气愤。布兰妮17岁时便达到了事业的巅峰，凭借 Baby One More Time、Toxic 等单曲风靡全球。前几年前后，她的人气在国内外都属于天后级别的歌手，无可争议的流行巨星。虽然布兰妮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但是她的感情却一直受挫。她也曾经因为感情问题备受争议。布兰妮曾经有过3段混乱的感情经历，第一段被对方攻击出轨，第二段婚姻更是只维持了55个小时，布兰妮也因此被非议，对待感情和婚姻太过儿戏。之后舞伴凯文闯入了她的感情世界，2个人交往8个月后结婚。但是凯文并非良人，结婚后依旧在外花天酒地，把布兰妮当成了取款机。在生下小儿子2个月后，布兰妮选择了结束这段2年的婚姻。当时已经是流行巨星的布兰妮，自然是受到了媒体的关注。有的媒体为了拍到有价值的照片，甚至是蓄意激怒她，无孔不入的摄像头，和刚刚丧失2个孩子的抚养权，这让布兰妮精神很不稳定，游走在崩溃的边缘。于是面对媒体的镜头，她亲手剃光头发，拿起长伞追打偷拍的记者。因为这些事，布兰妮被强制送往精神中心接受治疗。她的父亲成功申请为她的永久监护人，法院判定布兰妮由于精神缺陷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。自从布兰妮失去了一切财物和自由，她高达6000万美元的财产也由其父亲进行保管。布兰妮的人生噩梦正式开始。父亲成为监护人后，布兰妮又重返舞台，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，但事实上布兰妮这时候已经成为了父亲赚钱的工具。她的信用卡、现金、手机、护照都被没收，并且时刻处于监控中。她被要求每天10小时高强度工作，即便是高烧也要坚持演出，高额的演出费都进入了父亲的口袋，自己每个月仅得到2000美金。为了不影响布兰妮演出，经纪人还在她体内安上节育器，防止她怀孕。如果她不配合排练和吃药，还会被迫服用副作用更强的精神治疗药物。如果布兰妮不照做，她根本就无法见到儿子和男友。一直以来，布兰妮被父亲控制的消息时有传出2021年纽约时报制作了以解救布兰妮为线索的纪录片，一经播出就引发了粉丝和公众人物的持续发声和动作。布兰妮最终也鼓起勇气对父亲提出了控诉。当布兰妮在法院声泪俱下控诉父亲时，她的遭遇让无数人感到震惊和愤怒，人们更是无法相信这是一个亲生父亲会对女儿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去年年底，洛杉矶法院宣布布兰妮恢复自由之身，彻底摆脱了父亲的控制。今年6月份，布兰妮与小12岁的男友结婚，希望历经坎坷恢复自由身的布兰妮余生收获幸福。这一位明星与布兰妮颇有缘分，然而却没有布兰妮的好运。太平洋时间11月5日下午，美国娱乐媒体报道，红极一时的偶像歌手亚伦·卡特被保姆发现在家里的浴缸中溺亡，年仅34岁。90年代末千禧年代初，亚伦·卡特是美国乐坛现象级的青春偶像。生于1987年的亚伦·卡特从小能歌善舞，精通各种乐器，才华横溢。7岁出第一首单曲，9岁出的同名出道专辑直接卖了超100万张。他拿过多个奖项，打破多项纪录，拍过青春偶像片，和最红的青春女偶像谈过恋爱。他为哥哥所在的后街男孩当开场嘉宾，也曾是小甜甜布兰妮演唱会的开场嘉宾。在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，亚伦就是世界顶流的青春明星。
作为经纪人的妈妈非常懂审时度势，先让大儿子尼克成功后，又一手将小儿子推向了成名巅峰。他跟着儿子们全球巡演，规划所有事业版图。不满10岁的他就想着赚钱帮衬家里。亚伦的父母对孩子们的期望是什么导向不言而喻。2000年13岁的亚伦推出第2张专辑《亚伦的派对》，再次大火，卖了300万张，一曲《我要糖果》直接封神。他当时的身价超1亿美金，那可是2000年的1亿美金。经历童星时期的巨大成功后，来到青春期的亚伦逐渐走上了另一条道路。亚伦是不快乐的，甚至可以说整个家族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幸福。2012年，亚伦的姐姐，同为歌手的莱斯利，因为嗑药过量死在了纽约的家中。年仅25岁，大哥尼克从2002年开始就多次卷入嗑药驾驶、酒驾以及在酒吧和人发生冲突的新闻。到了2008年，21岁的亚伦成了法制咖，酒驾、超速、嗑药的新闻越来越多，他不再是90后少女们心中的完美青春偶像。孩子们经历的这一切，除了出道太早，接触成人世界太早，他们的父母难辞其咎。2013年，尼克承认自己从2岁开始就接触酒精和药物，如果不是后街男孩的队友凯文·理查德森帮助他戒瘾，自己可能早就一命呜呼。也是在2013年，亚伦宣布破产，欠债350万美元。2017年，他和母亲曾一起上过心理类的节目，公开了自己多年来为了治疗焦虑所服用的药物。医生给他做了体检，发现他没有服用违禁药物，但因为状态糟糕，180厘米的个子，瘦到只有52公斤，骨瘦如柴的他接受了另外一些访问，痛苦地诉说着这些年来的经历。但实际上，直到2019年，亚伦才真正意义上地公开了自己的创伤。2019年9月18日，大哥尼克突然在推特上宣布，他和怀孕的妻子还有妹妹安吉尔一起已经向法院申请人身禁止令，不准亚伦靠近他们，因为亚伦威胁要杀人。尼克表示自己很爱亚伦，但希望他赶紧治病，不要伤害他人和自己。亚伦立刻反击，说自己对这些指控感到震惊，表示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人，尤其是家人，认为哥哥是在玩弄舆论。他还补充，自己要求的不过是家里人不要再纠缠他，自己和哥哥没有爱，仅仅只剩血缘而已。亚伦还犀利地说，我才是说要和你割席的人好吗？一辈子不想和你们有关系，我都没再见过你，尼克，你欺负了我一辈子，从小就虐待我，大家都知道，很公开的那种，你就是怕我说出真相罢了。所以真相是什么呢？第二天，也就是2019年9月19日，亚伦公开了自己最不堪回首的记忆。我姐姐莱斯利有躁郁症，吃的药物是锂盐，她一直不喜欢服药后的感受，不吃的时候，我相信她做了些自己没想过会做的事情。那年我10岁，从我10岁到13岁，没吃药时候的姐姐强奸了我，不只是她，我最早的2个伴舞也在我8岁时性侵了我，而我的哥哥虐待了我一辈子，指控姐姐和伴舞性侵，哥哥虐待，再加上亚伦多年间爆出的嗑药问题、精神问题、身体问题，他再次登上娱乐版面，人生的狗血洒了一地。就像他去世后人们所说的，这么多年几乎是看着亚伦一步步滑向人生的低谷，之后的日子有关他的新闻从来没有不让人火大的。先是确诊了精神分裂和躁郁症，然后脉络照变现，他和同样有药物成瘾问题的未婚妻分分合合，互有家暴，还因此失去了孩子的抚养权。11月5日下午，保姆去家里打扫时，发现已经去世的亚伦，警方尚未排除他杀的情况，但公开了亚伦的死因是在浴缸中溺水而亡，和他去世的姐姐莱斯利一样，发生的地点都在浴室。1990年，麦考利·克金凭借出演《小鬼当家》系列电影红遍全球，还因此获得了金球奖的提名，是好莱坞炙手可热的童星。好莱坞也曾给这位天赋异禀的小童星开出了800万美金的天价片酬，一时风头无二。然而麦考利本应该顺风顺水的人生，却因为父母的贪婪而变得一团糟，自己也因为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迷失自我，染上了不好的习惯，最终消失在好莱坞，泯然众人。可以说他父母是毁掉他
事业和人生的罪魁祸首。一夜成名之后，麦考利的父母就视他为摇钱树，不停地安排他参加商演、拍广告等赚更多的钱，甚至不让休息。此外，他父亲还疯狂涨片酬和增加了更多苛刻的条件，而且还非常的目中无人，在与制片商交流时态度恶劣，哪怕是福克斯这样的大公司，未成年的麦考利根本没有任何话语权，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少的导演和制作方不再与他合作。不过真正让他跌入谷底的是父母亲的抚养权争夺大战。1994年，麦考利的父母决定分开，为了拿到麦考利这棵摇钱树，他们两人丝毫不留情面的互相揭短，意图得到儿子的监护权，这无疑对还未成年的麦考利打击很大。15岁那年，麦考利宣布息影退出演艺圈，硬生生结束父母的争夺战。他的父亲更是气到不再承认有这个儿子，父子关系就此破裂。父母关系的恶化对麦考利产生了很多的影响，他开始酗酒、逃课和抽烟，后来甚至是染上了毒瘾。一直渴望家庭温暖的他，18岁时就结了婚，可惜婚姻并不长久，2年后又草草收场。2003年，时隔8年，麦考利重返影坛，可惜人走茶凉，已不复当年的风光，再加上他瘦骨嶙峋，状态颓废，跟小时候的样子完全不像是同一个人。后来又因为吸毒被捕，在好莱坞更是再无立身之地。之后麦考利尝试组建乐队，出演网络剧，但是事业基本都没有什么起色。安达佑实是日本国民度很高的明星，1994年才12岁的他就凭借日剧《无家可归的孩子》获得日本奥斯卡最佳女主角，一举奠定了他国民女儿的地位。安达佑实是童星出道，婴儿时期就因为长相可爱，被婴儿广告选中拍了广告。正式出道，他的母亲成为了他的经纪人，上天给了他纯真的脸，但却也给了他残酷的生活，而这一切都源于他自私自利、独断专行的母亲。外表光鲜亮丽的安达佑实，实则是被当成摇钱树，从小就生活在母亲的掌控和压榨当中。即便过了这么多年，安达佑实对年幼时那段窒息的生活依旧记忆犹新。童年时期的他没有同学和朋友，取而代之的是赶不完的通告和影视剧拍摄，而他赚来的钱都由母亲保管，说是保管，其实都是被他母亲拿去装修房子、买包包和交男朋友。安达佑实每个月只能获得很少的零花钱，为了不影响广告和影视剧的拍摄，在安达佑实换牙时期，他母亲不顾医生的反对，强行给他换上假牙，以保持牙齿的整齐。安达佑实的童年就是在亲妈的苛待中度过的。安达佑实逃过了童星长大即变丑的定律，但是也面临着转型的问题。长大后的他身材娇小，加上一张娃娃脸，外形极大的限制了他的戏路。看到女儿的赚钱能力下降，一旁的亲妈可坐不住了。为了博取关注度，他偷偷瞒着安达佑实与杂志社签下了大尺度写真集，如果不拍摄，那么安达佑实就面临着高额的违约金。安达佑实无奈只能听从亲妈的安排。果不其然，写真集一经发布就引起了轰动。在此之前，安达佑实一直是清纯的国民女儿形象，而且此时的安达佑实并未成年。荒唐的事情远未止于此，安达佑实的母亲还对安达佑实横刀夺爱，初恋变继父的狗血剧情就发生在他们母女身上。长大后的安达佑实渐渐脱离了母亲的掌控，24岁与搞笑艺人井户田润奉子成婚后，就安心在家相夫教子。但出演艺圈，安达佑实的收入大幅度下滑，吸不到血的母亲又坐不住，开始出来作妖。这一次他选择了自己下海拍片，尽管当时的他已经51岁，被媒体曝光后，安达佑实羞愧万分，与母亲多年的积怨终于爆发，他宣布正式与母亲决裂。这段时间也正是安达佑实最心力交瘁的时刻，一边要和出轨的丈夫谈判拿女儿的抚养权，一边又要出来给母亲的丑闻善后。成为单亲妈妈的安达佑实重新复出拍戏，但是由于单圈多年，又因为外形的原因戏路有限，接到的戏少得可怜。为了体现转型的决心，安达佑实主动拍摄了写真集，而这确实给他引来了关注度，并出演了18禁电影《华小岛》中重回观众的视线。虽然事业再也回到巅峰时期，但是这次他的放手一搏
确实给事业带来了回温，接到了更多的戏，并且还在拍摄过程中遇到了现在的摄影师丈夫，两个人生下了一个孩子，组成了一个4口之家。或许是血浓于水，或许是千帆过尽，看开了很多事。时隔多年后，安达幼时选择了与母亲和解。都说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以上4位明星的父母，非但没有做到，反而是将自己的儿女当做赚钱的工具人，毁了孩子的一生，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创伤，让人实在寒心。很多人的性格、心态和人生观都会深受原生家庭的影响，遭受过童年心理阴影的人，甚至会用一生去治愈。不负责任的父母只会坑害了孩子一生。